相公，选我当老婆吧。虽然我年纪大点儿，但是会疼人。你选别的女人，要是生不了孩子，到时候肯定会被送进死字营当炮灰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这是穿越了！想不到前世身为兵王的我，居然穿越成为了大周边军的一名小卒。根据原主记忆，每隔半年，大周朝廷都会押解一批戴罪之身的女凡到边关，供边关士卒挑选。若是不能在1年内生育子嗣，为大周补充人口，二人都将被发配到死字营。季伯达，装什么死？校尉大人发媳妇儿，再不选，连母猪都轮不上你。现在剩下这些，要么是年纪大，或是有残疾，再则就是身体羸弱，一看就干不了活的。到底该选谁呢？居然还有漏网的珍珠！我要那个！季伯达疯了，选这么个累赘，他这是要娶回去当祖宗供起来啊！他估计以为自己在金凤楼找姑娘呢。叫什么名字？罪女苏青燕。苏，大周有这个姓氏的贵族不超过3家，莫非？好名字，就你了，跟我走吧。这少年竟然会选自己，莫不是被那中年女子逼急了，才病急乱投医？你小子可要想清楚了，一旦选定，可是没有反悔的余地。我牌都演完了，这样的女人，要是放在后世，可是我跪舔都舔不到的，怎么可能会后悔？一个傻子娶了个瘸子，简直就是绝配！你还要抱多久？抱一辈子。这就是咱们暂时的家了。那你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吗？你先坐会儿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我叫苏青燕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季伯达。你选我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为什么？我父亲是南疆主帅苏定方，被朝廷……我只知道你是我娘子。我去领吃的，你在家里等我。按照规定，士卒每人2个馒头1碗粥，苏青言这种身份，则只有1个馒头半碗粥。看来还得解决下吃食问题才行了。小妞儿，咱们吴长让你去暖床，那是对你的恩赐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到了这里就认命吧，还当自己是豪门大户的千金小姐呢。带走！住手！怎么，你这软蛋想英雄救美？你没事吧？你先进屋，我不叫你别出来。你长本事了啊！竟然敢对老子呲牙！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乖乖把你媳妇儿送去给吴长暖床，否则老子今天废了你！我要是说不呢？这几年原主可没少挨过他们的耳光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自己前世可是堂堂兵王，现在这副身体虽然瘦弱，但杀人的技巧早已刻进骨髓。反了天了！鸡儿狗，老子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？季伯达，你别快来，不然吴长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大可以让他来找我。滚！我不是说让你待在屋里别出来吗？我担心你。我没事，吃饭吧。这是你的口粮，拿着吧，我今天不饿。谢谢你。你是我娘子，我不护你护谁？鸡儿狗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不用担心，
以往这基伯达见了自己就像耗子见着猫，哪敢像现在这般大拉拉的挡在自己面前？今天的他怎会如此陌生？鸡二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给我跪下！我堂堂7尺男儿，跪天地，跪父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下跪？哟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刘武长，这些年你抢我军功13次，辱我27次，打我9次，这笔账咱们是不是该算算了？你想怎么算？从今往后，我自己的军功自己领。你信不信？我只需要一句话，便能让你消失的悄无声息。那刘武长信不信？我能在一个呼吸之内，让你体验3种不同的死法。鸡二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武长不敬！你们愿意把他当祖宗供起来，受他压榨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从今往后，小爷就不伺候了。我怀疑基伯达通敌叛国，屋内那女子便是胡爵的奸细，给我拿下！胆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住手！干什么？战场上对胡杰人的时候，一个个吓得双腿打颤，对自己人你们倒是挺威风啊！校尉大人，我怀疑基伯达勾结胡贼，我等正要拿下他，去听候您的发落。可有证据？属下怀疑屋内那女子便是胡爵派来的奸细，专程来跟基伯达接头的。你放心，此事我定会彻查。若是有人通敌卖国，我一定亲手砍下他的脑袋。但若是我查出来他们非奸细，而是你陷害同和，那我就砍你的脑袋，行不行？校尉大人，我目前也只是怀疑，这就需进行核实。校尉大人，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来给你们送床被子。小黎，我都上门了，也不愿意出来见见我吗？罪臣之女见过校尉大人。这里没有外人，无需如此。苏老将军对我有提携之恩，他遭人陷害，我却无能为力，愧疚万分呐。陈大哥无需自责，这个时候你还能来看我，小日已经感激不尽了。陈大哥，进屋坐坐吧。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调查苏老将军的事情，奈何我身在北疆脱不开身，也只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你既然到了这狼风口，就安心住着吧。不过身份得保密，免得给自己惹来麻烦。多谢陈大哥。哎，你我兄妹何须言谢？你小子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能娶到我这如花似玉的妹妹。小黎虽然家道中落，但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校尉大人放心，媳妇儿是用来疼的，我怎么舍得呢？以后刘武若是再敢私吞你的军功，直接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多谢校尉大人。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夜深了，要不明天做吧？你先睡吧，我做点东西。眼下自己与刘武等人已经结下梁子，虽然今日陈真阳为我解了围，但我终究还是刘武手下的兵。他想要给自己下绊子，简直不要太容易。说不定哪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动辄便会丧命。而且就算事后陈真阳责问起来，他完全可以说豫场敌军战死。更何况陈振江今日帮自己解围，更多是念及他与苏清言父亲的香火情。若想要让他成为我的靠山，还是得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和价值才行啊。姬郎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姬郎，你这么盯着人家做甚？叩谢列祖列宗，我是真捡到宝了。姬郎不嫌弃我，那是我的福气。你脚伤还没好，快坐下。昨晚敷了药，已经好多了。姬郎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一把弓。弓？我以往在父亲军中也见过不少弓，唯独没见过这种样式的。我这把弓跟其他弓不一样，等我做好你就知道了。第二狗，军营集合。是有任务了吗？应该是轮到我们武巡边了。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在家里等我，天黑前我就回来了。准备好了就出发吧。怎么，终于忍不住要动手了吗？第二狗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
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竟敢与老子作对！记得下辈子长点记性。刘武长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话，叫反派死于话多？季伯达兄弟，我以前欺负你都是被刘武逼的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放过你也行，却杀了他。王二柱，你想干什么？李信，从刚才那两支箭的轨迹和角度来判断，至少有2名敌人分布在不同的方向。想比起前世，这副身体还是太弱了。虽然一直在边关摸爬滚打，可营养却严重跟不上。季伯达，怎么回事？巡边的时候遇到胡劫人的斥候了。这3名敌人都是你杀的？我只杀了1个，另外2个是武长和周豪他们杀的。他们人呢？都死了。传令，全军备战，加大兵力巡查边关。是。这小子虽然浑身是血，却只有几处轻微的皮外伤，并无大碍，只是严重脱力，休养一下就好了。启禀校尉，刘武3人的尸体带回来了。属下见过校尉大人。好了，这里只有你我，就不要再装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，不仅反杀了刘武等人，还以一己之力干掉了3名胡爵赤系。你说我是该处置你呢，还是该奖赏你啊？校尉大人是如何得知的？昨日你得罪了刘武，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肯定会在今日巡边途中对你下手，所以我便派人暗中跟着。来，喝一碗暖暖身子。你不用谢我，我是看在小黎的份上才照顾你的，只是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深藏不露，一口气干掉3名胡爵斥候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你难道不知道，同袍相残那可是军中大忌？按大周军律，我完全可以将你就地正法。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要杀我。为了活命，我别无选择。更何况，若是校尉真要处置我，我回营的时候就已经被拿下了。没想到季伯达小小年纪，心思竟然如此缜密。这次如果不是自己派人跟着，或许还真会被他蒙混过关。你小子不简单啊！季伯达，你给我听着，刘武3人是死于胡劫人之手，我会让人上报战功，连同抚恤银一起送到他们家人手中。刘武虽然不成才，但他姐夫却是一名实打实弹军，他若得知刘武战死，肯定会派人来调查。你要做好心理准，要是说漏嘴了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大人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小黎是大将军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他。一会儿去领取赏金，买置办些家用吧。庆功得迟些才能到。季郎，我没事。哈哈哈，你们还真是千địa情深啊！大人恕罪，小女子无意冒犯。这里没有外人，无需多礼。好了，带着媳妇儿去领赏银吧。如今2人有了小家，肯定是要在家里开火，以后不用去挤大通铺的饭食了。哟，小哥，你这媳妇儿可真俊呐，头发又长又直，这牛角梳太合适了。季郎，咱们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，银子得省着点儿。银子本来就是挣给娘子花的，以后我会立更多战功，挣更多银子。季郎，这是什么吃法？我为何从未见过？这叫火锅，是我在一本奇闻录中看到的吃法。喜欢吃，我以后经常给你做。季郎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夫君，
这把弓到底有多大威力啊？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弓？要知道，这1尺多厚的土墙可不是一般的夯土，而是相比铁甲也不遑多让的洞底，普通弓箭根本滴不进去，哪怕是40弓，也最多只能没入3、4寸。而现在，整支羽箭直接没入了一半，几乎将整堵墙穿透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做出来的这把弓。听说你小子昨天杀了一个狐贼，运气好而已。战场上从没有运气一说。我想请你帮我改造一批箭镞。胡杰人的铁剑，看在你干掉一名胡作日猴的份上，我就帮你改改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改？箭楼的3道棱锋要平分，锋线笔直无曲，不然射出去会发生偏移，而且还得做出3个倒钩，这样中箭之后拔出来会造成2次伤害。这种箭尾你是在哪里看来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天黑之前来拿。通过那天的消毒和敷药，如今伤口已经好多了。不过想要痊愈，还得几日才行。看来得去找老宋头要些金疮药。伤口好多了，再养几日就能走路了。要说治疗外伤的金疮药，还有什么比得上前世的云南白药？老头儿，我需要这些药。治伤？姬郎，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一种金创药，有了它，你的伤几天就能好了。真的吗？想不到姬郎还懂医术。感觉怎么样？这药粉怎么有一股香味啊？感觉伤口凉凉的。那就对了。怎么样？杨师傅的手艺自然是没得说，我很满意。使这铁剑至少需要30弓，你这小身板能拉开30弓？我自己做了一把弓，轻松就能把这铁剑射出200-300步。再吹下去，牛见了你都得绕着走。多少银子？银子就算了，争取多杀点狐贼。季伯达，怎么了？夜深了，该就寝了。有地形，你待在家里不要出门。你要小心。陈振恒，见到你家爷爷还不赶紧开城投降？拔都烈，你我交手这么多次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大周将士只有战死的，没有投降的吗？要是曾经的大周，我或许还会忌惮3分，奈何如今的大周已经烂到骨子里。你扪心自问，帝都龙椅上那位天子以及满朝贵少，何时在乎过你们的死活？拔多烈，你觉得这种雕虫小技对我有用吗？陈振江，你看到没？爷爷我随时可以取你狗命！欺人太甚，放箭！谁射的？这得有250步吧？好样的！大王！之前对陈振恒放箭和射杀标成老马的，应该都是此人。快去查他，胡界军中是否还有伏兵。启禀校尉，刚刚查到，
是假镖师长曹小虎所射。启禀校尉，属下查到是误标的基伯达所射。荒唐！基伯达是谁？竟敢冒领军功！把他们2人带来见我。刚才那3箭是你们谁射的？启禀校尉，是属下所射。基伯达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冒领军功，那可是要吃军棍的。虽然原主和曹小虎不熟，但也曾听人说过，他是假镖镖长曹守义的儿子，担任师长。曹守义父子要强占军功。启禀校尉，那3箭是属下所撤。基伯达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当着校尉大人的面，你也敢冒认军功？你还真是什么牛都敢吹呀！就凭你，能拉开30弓吗？基伯达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实交代，那3箭是不是你射出去的？确实是属下射的，如有半句虚言，甘愿受罚。笑话！你说是你射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弓射的？那你说说，你开的什么弓，用的是什么箭？我开的是40牛角弓，箭是桦木羽箭配柳叶醉。校尉大人，属下所用的是这张自制破甲弓，所用的箭是特制的3棱箭仪，整个狼风口仅我1人使用。你说这是你自己做的弓？不错。这弓除了花里胡哨之外，我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杀伤力。你是觉得校尉大人好糊弄吗？校尉大人，恕我直言，这把弓别说是铁箭，就算是普通羽箭，也很难射出100步之外。箭，出自杨铁匠之手。属下前日巡边，从胡杰斥候身上缴得来，请杨铁匠改造的。来人，去请杨铁匠来。是。你们去城外寻找这种铁剑。是。校尉大人，卑职觉得此事已经很明了，就是基伯达想要觊觎曹小虎的军功，根本没必要再查了。来人，去假镖带2个目击者过来。得令。校尉大人，我看这就没必要了吧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？曹镖长的为人，我自然是信得过，但正因如此，我才要查一个水落石出，以免你们父子遭人非议，不是？你们之前可有看到曹小虎射杀敌军主将和射落敌军将旗？校尉大人问你们话，一个个都哑巴了吗？还不把你们看到曹小虎射杀拔都烈的经过如实禀报？启禀校尉大人，我确实看见曹小虎师长射杀了敌军主将拔都烈。对，我也看到了，那一箭更好射中拔都烈的胸口。启禀校尉大人，属下确实看到曹小虎师长射了几箭，至于有没有射中目标，并没看清楚。校尉大人，找到了。校尉大人，杨师傅到了。草民见过校尉大人。这是今日白天基伯达拿到我铺子里，让我按照他的要求改造的那批铁剑。校尉大人，曹小虎的军功是造假的。校尉大人，他撒谎，就凭他这把破弓，怎么可能射出250步之外？别以为你串通杨铁匠就想抢夺我的军功！哼，你确定是你的军功？曹镖长觉得此事应当如何处理？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我看不如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比试剑术，这样真相就一目了然了。基伯达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好，今日大家都累了，明日到校场比试，一辨真假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现在坦白还来得及。你有把握吗？对付他绰绰有余。校尉大人，这剑有什么问题吗？半个时辰前，有人用这种剑射杀了胡爵主将拔都烈。什么？我的个乖乖！你小子是个什么怪胎？你当时用的是这把弓？你骗谁呢？这不过是一把木弓，而且弓弦松松垮垮，能射100步就顶天了。你明天看了就知道了。
好，我一定来。陪我四处看看。想不到你的剑术如此了得，以前还真是没看出来啊。校尉大人相信是我射杀了巴都烈？我看起来很愚蠢吗？你觉得胡杰人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攻打狼风口？最坚固的雄关，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的。你觉得会是谁？把饵放下去，只要有鱼就一定会咬钩。怎么样？胡金人退走了吗？已经被打退了，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。这个年，怕是过不清静了。怎么会有这般无耻之人？而且冒领战功可是大罪，他们难道敢无视军法吗？娘子不用生气，我的战功谁也抢不走。虎子哥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就是，虎子哥前途无量啊！你给老子听着，是你的东西就给我抢回来，别丢了咱们雾标的脸。我真以为老马不在了，咱们雾标就成了任人拿捏的软石子了。放心吧，这军功他抢不走。看不出来，你小子有点骨气。等回头赏银下来了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季伯达，咱们标长要见你，跟我走吧。我不是贾彪的兵，曹标长若是有事儿，让他来找我。大胆，你竟敢抗命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命令咱们雾标的兵？季伯达，能否借一步说说？大家都是敞亮人，曹标长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就行了。你年纪轻轻，能力也不错，不如来我剿贾彪，我给你个学长做。曹标长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正为无功不受禄，我觉得还是自己挣来的东西拿着心里更踏实一些。要不这样，这次节度府发下来的赏银全部给你，师长的位置我依然给你留着，如何？我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，那本来就是我的，不需要经你的手给我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不劳费心，给你活路你不走，非要找死。 250步，每人3支箭，谁中靶多算谁胜。请问校尉，若是都没中靶怎么算？那就要问问你自己，是如何在黑夜中一箭射杀拔都烈，然后又精准射中敌军将旗的了。准备好了就开始吧，你们谁先来？ 曹小虎果真恐怖，整个狼风口，估计也就他能开40弓了吧？啊！竟然差了足足30步！该不会冒称军功的人是曹小虎吧？校尉大人，第3箭我放弃。他已经没有力气拉开第3次弓了。小子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看着吧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 哎，你们看，基伯达那把弓怎么怪模怪样的？这种样式的弓我还真没见过。基伯达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回校尉大人，我准备好了。开始吧。我的天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就算是50弓，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，估计也只有传说中的铁佩弓能与之相比了。 是我们搞错了，是曹小虎要抢夺他的军功才对。校尉大人，还要比下去吗？过来吧，你这弓叫什么名字？就叫他破甲吧。破甲，好名字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逆子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！今日定要好好教训你！ 曹标长，可以了。校尉大人，
这逆子竟然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，今日定要好好罚他。军法如山，犯了错当然要罚。从现在开始，免去曹小虎师长职位，贬为普通军卒。老马死了，接下来谁来担任务标标长？你们给个人选。既然你们都没有人选，那我推荐一个你们看看。我觉得姬伯达就不错，虽然年纪小了点儿，但有勇有谋。校尉大人，卑职觉得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卑职觉得姬伯达从无带兵经验，打仗可不是儿戏，仅靠个人勇猛是不够的，得为手下兄弟们的性命负责。将目标交给他，卑职不放心。在下虽然年轻，但也看过几本兵书，用兵之法和带兵之道也略懂一些，自认为统领300-500人还是不在话下。狂妄！乳臭未干，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！师长若是不信，咱们可以比一比。行，你说怎么比？很简单，咱们双方各调500兵力在沙盘上推演，看谁获胜。原来是纸上谈兵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100骑兵正面冲锋。这也太冒进了吧！还是太年轻了。可笑，枪阵御敌。兵分2路，从2侧绕过。放箭。盾牌抵挡。步兵阵营抛射3轮之后，便直接冲锋。梁铁山，你再不认输，那就真要被杀得片甲不留了。纸上谈兵而已，而且你也不过是侥幸获胜，这做不得输。嘿，梁铁山，你是不是男人？说出来的话还赖账？不是我梁铁山输不起，而是我不想拿务标的100余弟兄的性命当儿戏。纸上谈兵算不得什么，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势，真刀真枪干一场。好，咱们各带一伍进行实战对抗。你要是还能赢，我不但赞同你当标长，以后对你唯命是从。没问题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我毕竟没有自己的兵，我得挑选5人进行训练。行，那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之后，咱们演武场见真章。不用3天，3个时辰即可。什么？3个时辰？季伯达，3个时辰真的足够吗？足够了。来，大家都过来一下。是。这能行吗？放心，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做，别说是5对5，就算是5对10，也有很大胜算。季伯达，我不想占你便宜，实在不行，我再给你2天时间，如何？不用了，开始吧。这能行吗？放心，只要按照咱们操练的来，一定能轻松取胜。双方实力悬殊太大，这场比试应该没什么悬念。实战不是纸上谈兵，季伯达相比起梁铁山，经验差了太多，想要取胜太难了。开始！盾！枪！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从今以后，你季伯达便是务标标长。梁大哥承让。好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季伯达担任务标标长。告诉我，我哥是怎么死的？启禀将军，是在狼风口被周军射杀的。把当时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我。当时末将等正在巡视，忽有冷箭射来，拔都烈便中箭了。250步，周人的箭矢能射透重甲。将军，我们没有说谎，拔都烈将军确实是被城墙上的周军一箭射杀。好恶毒的箭，好恐怖的弓箭手。铁木儿，你是我大枪10大射雕手之一，你告诉我，250步之外，你能否一箭破甲？禀将军，250步已是雕弓极限，纵用铁箭破重甲，需150步内方见血槽之效。从现在开始，由我接管这支军队，哥哥的大仇我亲自报，但属于你们的耻辱，必须由你们自己去洗刷掉。告诉我，你们应该怎么做？攻破狼风口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！我还有一事相告，此人可靠吗？
此前正是他主动写信给拔都烈将军，愿主动献降，来我军中换取一个职位。本将担心这其中有诈。半个时辰前，他再次传来密信，后天子时打开城门，与我军来个里应外合。今日除夕夜，曹某就喧宾夺主一次，请大家前来一聚，还望校尉大人勿怪。无妨无妨。前日我那逆子做出有违军规的事情，是曹某教子无方，让大家笑话。今日一是请大家吃个年夜饭，二是借此机会向诸位赔罪。这酒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灵州醉仙楼淘来的10里香，大家今日一醉方休。来来来，大家不要拘束。曹表长，要一醉方休的话，这每桌1坛酒，怕是少了点儿。朱老弟放心，酒管够，喝完我立马让人去拿。10里香这种酒，可不是谁都能喝得到的，大家可别辜负了曹表长的一番美意。来，我们一起敬曹表长一碗。咱们应该先敬校尉大人才对。诸位不必客气，今日放开了吃，敞开了喝。凌兄弟，之前的事情虽是一场误会，但也给你添麻烦了。今日我代犬子向你赔罪，希望你别往心里去。曹主长言重了，虽说曹小虎想要抢我军功，但那毕竟不是你曹表长指使，你犯不着给我赔罪。校尉大人，这胡杰大军撤而不退，一直在30里外虎视眈眈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自然是伺机而动，想要攻破我狼风口。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数十年来，他们攻打狼风口的次数不下100次，5年前更是出动1万大军，还不是被我们挡在关外？狼风口易守难攻，胡杰就算再增派2000兵力，也无济于事。可若是有人与胡杰人暗中勾结，想要来个里应外合呢？校尉是说有人通敌？谁？站出来！看老子不撕碎他！曹处长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。以前有位奇人教了我一门神通，可以猜到别人心中所想之事。凌兄弟，你遇到的多半是江湖骗子，当不得真。是吗？那今日正好做个验证。曹表长现在在想，胡杰人的1000锐卒应该已经抵达狼风口关外，只需自己打开城门，他们便可入关，兵不血刃拿下狼风口。吉伯达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？就当他的酒后胡言，你不必紧张。校尉大人，我堂堂标长，岂能容他这么污蔑我？我还猜到曹表长现在想着最多1刻钟酒里的蒙赏药药效就发作，然后你后院的亲兵就会冲进来，将我们全部杀死。吉伯达，你过分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，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吗？曹守义，你个奸佞之徒的，想不到你竟然真的通敌！放开我！他借机污蔑我，公报私仇，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曹表长，我猜得对吗？我曹某人堂堂正正，何时做过通敌之事？我看是你心怀不轨吧？到底是不是污蔑你，很快就知道了。校尉大人，我们2口子并不知情，只是曹表长之前交代要用他带来的酒，而且他还说这酒贵重，得他手下人亲自看管，不让我们碰。我知道跟你们无关，起来吧。曹表长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校尉大人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动手！各位，都吃好喝好了吧？接下来我就要送你们上路了。
陶守义，你想干什么？熊老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这摆明了是想将我们一网打尽，然后开门迎接狐珠大军。你确实很聪明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果然要通敌当走狗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正所谓人各有志，咱们当兵为的不就是飞黄腾达吗？反正都是当兵，管他主子是大周皇帝还是胡克单云，那些豪门贵胄一餐抵我辈10年饷。这身铁甲穿了20载，不及世家子腰间玉带，凭什么？为了升官发财，你这是连祖宗都不认了吗？呵呵，少跟我扯这些。胡杰人答应我，只要帮助他们拿下狼风口，便给我一个千夫长的职位。到现在，你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错误，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对错也是我说了算，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。我劝你，还是回头看清楚局势，再下结论。你什么意思？拿下！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识破我的计划。不是我，是基伯达。我说我是猜的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，我的计划如此隐秘，除了身边的亲信，没有人知道。你绝不可能猜得到。很隐秘吗？那我就跟你盘点一下，你都犯了哪些错误。首先是几日前狼风口外隐秘小道上出现了胡爵趁土。要知道，这条小路胡杰人是不知道的，除非有人给他们提供消息。然后是胡爵大军这个时候出兵攻打狼风口，这更加不符合常理。再结合之前出现的趁土，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狼风口有人通敌。老实说，这2日我与校尉大人在诸位彪长身边都安插了眼线，结果就在当晚，便有人看到你的人出关。不可能，我的人如此谨慎，不可能有人看到。你做的确实很隐秘，想要瞒过其他人并不难，但是想要瞒过你贾彪却并不现实。是谁？是我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老子杀了你！那天就因为你没有为曹小虎作证，结果被狠狠揍了一顿。没想到今天又是你坏了我的大事。老子认栽，要杀要剐赶紧的。察合台，你确定此人可靠？应该可靠，毕竟他此前在信中表露，陈振祥对他各种打压。如果此时3刻收不到信号，我就取你的脑袋！将军快看，信号！狼风口传来信号了！所有人听令，直奔狼风口！杀进去！粮食、银子、女人都是我们的！不好，快撤！巴图特尔，我等你多时了。陈振江，你卑鄙！正所谓兵不厌诈，你想与曹守义里应外合，难道我就不能瓮中捉鳖吗？从步道冲上去！点慢箭雨攻击，这是为何？只要巴图尔还活着，城外的几百胡街士兵便会不遗余力地疏通城门，想要将其救出去。而咱们只需站在城墙上，便可以将其射杀。反之，他们一旦得知主将死了，便会撤离。咱们想要杀他们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妙啊，妙计！城内的进攻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，主要集中兵力射杀胡界人城外的兵力。咱们还是撤吧，救不出巴图尔将军，咱们所有人都得死！好剑法！启禀校尉，昨夜一战，已知战亡不足10人，20余人受伤。相比起以往5换1的战损，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啊！估计这战报要是传到漠北大营，他们都严重怀疑我们虚报战功。这一次，胡杰人在狼风口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再加上他们对狼风口早就是虎视眈眈，相信下一次大战不会太久。
来多少咱们杀多少，就怕他娘的不来。经历此战之后，胡杰若是再出兵，定然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咱们这一营兵力未必能挡住他们。二狗子，昨晚你给我的那金创药还有吗？这是我祖传的秘药，药方不能外传，不过我可以多制作一些给你。好，你帮我准备一些药材，回头送到我家里。我先回去睡一觉。啊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相公可是贤妻奴家，娘子误会了。想不到相公还会害羞呢。昨晚的战斗我都听说了，想不到相公不仅身手敏捷，谋略更是如此出众，连陈大哥都对你赞不绝口呢。回头等赏银下来，咱们风风光光办一场婚宴，宴请狼风口所有人。相公，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我在酿酒。酿酒？这不就是米酒吗？我要酿的酒比这好多了，不仅质地清澈，而且奇香无比。那十里香在他面前连弟弟都算不上。这世上真有如此好酒？那岂不是传说中的仙酿吗？跟传说中的仙酿差不多吧。镖长，嫂子，什么事？慢慢说。漠北节度府来人了，据说来人是刘武的姐夫。校尉大人让我来叫你过去。我知道了，你告诉校尉大人，我马上就到。务标标长基伯达前来听命。进来吧。你就是基伯达？属下正是。听说你一箭射杀了拔都烈。是。听陈校尉说，除夕夜狼风口一战的整体布局也是出自你手。是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！短短便从一个边军小卒直接爬上了标长的位置，这就算放眼整个北疆也不多见。谢大人夸赞，诛胡虏以报圣恩，乃我边军本分。可惜你不该杀刘武，他再草包，也毕竟是我的小舅子。杀了他，我得拿你抵命。小相公，选我当老婆吧。虽然我年纪大点儿，但是会疼人。你选别的女人，要是生不了孩子，到时候肯定会被送进死字营当炮灰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这是穿越了。如第一季所见，身为兵王的我，居然穿越成为了大周边军的一名小卒。为了不被丢去死字营当炮灰，我不得不在一群罪女中挑选妻子，却一眼相中蜷缩在角落的落难千金苏清燕。可没想到刚娶回家，武长刘武竟要我把媳妇儿送去给他暖床。识相的就乖乖跟我们走，去给武长暖床。就是武长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跟他废什么话？带走。面对他们的欺辱，觉醒兵王本能的我不再隐忍，以雷霆手段将武长等人斩杀，更是凭借前世之势造出威力惊人的复合弓和三棱剑。250步外，一箭射杀胡杰主将拔都烈，大败胡杰精锐。就在我以为能在边关站稳脚跟，准备领功得赏时，你不该杀刘武，他再草遭，也毕竟是我的小舅子。现在你杀了他，我得拿你抵命。张大人何出此言？刘武长是死于胡杰探头之手，怎么能说是我杀了他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何其他人都死了，唯独你活了下来？因为属下身手好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把人带上来。武恩，你是刘武的兵，现在你如实交代，刘武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担心，本参军在此，只要你所言属实，定会为你做主，而且还会给你记检举之功。回禀大人，当日属下被基伯达所伤，未能前去巡边。后来听说刘武长等人全部死在巡边途中，只有基伯达活了下来。刘武因为贪图基伯达领来的媳妇儿，想要据为己有，彼此已经发生过冲突。哦，竟有此事。结果这次巡边后，死掉的却是刘武等人，所以我推测，他们当时肯定是遇到了胡杰斥候，一番激战之后，他们干掉了胡杰斥候，基伯达却趁机偷袭，将刘武等人也一并干掉，然后将他们的死因归结于胡杰斥候。基伯达，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大人，刚才吴恩所说大多是他的臆测，并无实质性证据。当日遭遇胡劫斥候的情况，属下已据实禀报。如果张大人非要将刘武长的死归结在我身上，属下无话可说。张大人，此事我当日已经派人核实过，大致与姬伯达所说一致。而且刘武、周武以及王二柱3人的伤口我也亲自看过，确实是死于胡劫人的弯刀与铁剑。陈振江，你可知道包庇残害同袍的凶手，哪怕你身为校尉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自然知道，但我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很好。你说此前姬伯达伤了你？是的，大人。大胆姬伯达，竟然对同胖兄弟下此死手，你可知罪？属下知罪。本以为姬伯达会为自己辩解，如此一来自己便可借题发挥，处置他。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认罪了。念在你杀敌有功的份上，罚你10军帐，同时补偿吴恩10两银子的汤药费。另外，战功奖赏减半。属下领命。小子，今日让你躲过一劫，但不要以为就这么完了。你最好祈祷不要让我查出什么。如今没了靠山，姬伯达若想报复自己，那自己一定会死得很惨啊！你不用紧张，我姬伯达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回头我会让人把银子给你送过来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！刚才实在是太险了，我生怕你沉不住气。我还好，反倒是校尉大人比我还紧张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是事情败露，我也得跟着遭殃。你刚才想都没想直接认罪，是因为苏清县吧？你小子有情有义，我没看错你。走，媳妇儿，带你去买衣服。掌柜的，把最好的料子拿上来。哟，凌彪长，您这是带夫人来做新衣？把好料子都拿出来，让我娘子挑选。年前才刚从灵州进了几匹上好锦缎，我这就拿出来给2位挑选。相公，要不咱们还是到别家看看吧，得为以后的日子精打细算呢。夫人，这街上除了本店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锦缎，而且不瞒您说，这几匹料子已经压手里几个月了，一直卖不出去，我都准备退回去了。如果2位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。行，我们全要了。啊，全要？对，娘子喜欢就行。掌柜的，你看能做几套衣服，一起算算。然后先把红色做成喜服，3日后咱们成亲要穿。哟，凌彪长要成亲啊，那我一定要来讨杯喜酒喝。相公，咱们成亲，你准备请哪些人啊？人太多的话，估计小院容不下。咱们到时候就在军营大摆宴席，宴请所有人。啊，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娘子不用担心，我这次的赏金可是足足2000两，花不了多少银子的。而且成亲这种喜事，一辈子就一次，当然要跟所有人分享了。相公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成亲一辈子就一次，自然是要跟所有人分享啊。呸！相公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相公有勇有谋，将来肯定能立下更多战功，封王拜将也不是不可能。到时候得多纳几房小妾，怎么能说一辈子就成一次亲呢？纳妾？对啊，相公要是不纳妾，别人会说我不懂事儿的。娘子，我这辈子能娶到你就足够了。相公，遇到你也是小离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大家3天后都来喝我的喜酒哈，不许随礼。恭喜姬彪长啊！姬彪长现如今可是狼风口的英雄人物，能喝到您的喜酒，都是我们的福气啊！校尉，请您去一趟。姬伯达，你将之前的5行追阵画出来下，之后我们准备在各标区行演练了。是。这段时间我私底下也没少对这战阵进行拆解研究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80%，听完姬伯达的讲解，我才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不过冰山一角啊！此阵看似简单，实则精妙绝伦。若是加以训练，
将五行追阵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，士兵的战力将直线飙升。或许1对1不是胡然人的对手，但若是5对5，他们至少有50%胜算。不止50%，而是80%。80%？校尉大人可曾想过，为何我们1对1打不过胡杰人？胡杰人体型高大，且弓马娴熟，天生善战。不然，那是为何？在战斗中，体型和力量确实占优，但他们体型再大能大过大象吗？力量再大能大过猛虎吗？可人却能驯服大象，杀死猛虎，这是为何？我们的士兵之所以单挑打不过胡杰人，体型固然有一定关系，但绝非主要原因。想我大周鼎盛时期，无论是北方胡杰，还是南方蛮子，亦或是东疆众多岛国和西域强敌，都无法与我大周战兵移风。归根垫底，是这些年我们被外敌打怕了，以至于所有人的骨子里都认为我们打不过别人。基伯达说的对，因为这些年我们被胡杰人打怕了，以至于很多人在听到胡杰人这个名字，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恐惧。胡杰人的马蹄声就像是催命符一般，让很多兵卒双腿不住颤抖。胡杰人弓弦颤动的声音就像是恶鬼的嘶吼，哪怕隔着老远，就让无数人为之胆寒。试问这样一支队伍，怎么可能打胜仗？那如何才能打胜仗？一支合格的军队，除了需要士兵拥有强健的体魄之外，锋利的兵器和坚固的盾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但若想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，除了这些，还要有严明的纪律，要求上至主将，下至每一位士兵都能做到令行禁止。但想要成为一支纵横沙场的无敌之军，以上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条件。纵观历史，细数那些常胜之军之所以能横扫疆场，所向披靡，甚至很多时候能以少胜多，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勇往无前的气势，舍我其谁的霸气，以及视死如归的决心。战阵如棋，落子无悔，兵锋所指，万灵尽生。真正的无敌之师，不败非因无敌，而是无人敢敌。这就是军魂。军魂，这少年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若是一支军庭交给他，给他足够的时间磨练，或许真能扫平北疆关外。看来这小小的狼虹口定然容不下他，看来得尽可能的帮他走向更高处啊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趁着基伯达还在，得尽快让他给我练兵。基伯达，你告诉我，眼下我们应该从哪一步做起？校尉大人，我是来请你喝喜酒的，你这明显是想把我当苦力啊！你帮帮我，回头你们成亲，我随10两银子。陈振恒多次帮自己，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底。虽然不知道这套方式古代人能不能理解，希望能帮到他吧。练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3、5天或许不见成效，但若能不折不扣地坚持训练，不出3月，他们每个人都将发生蜕变。准备点宵夜，还顺带拿来半坛10里香来。请兵，末将在。这不是上次传西夜曹守义在鸿门宴上喝剩下的那批酒吗？校尉大人好歹也是世家出身，拿喝剩下的酒待客，就不怕被人笑话？你小子别挑肥拣细，也就是你要换做其他人，想喝还没有呢。你这个留着吧，今天尝尝我亲自酿的酒。你酿的酒？吹什么牛？这可是你说的不喝啊！好香！我去，你这酒里加辣椒了吗？怎么这么辣口？忘记跟你说了，我这酒不宜豪饮，得慢慢喝，才能品尝出其中精髓。这世间竟然有如此美酒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你从何处得来？都说了是我自己酿的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那你这酿酒之法从哪儿学来的？那书封已经损坏了，只有部分内容。你小子防着我是吧？我真怀疑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莫非陈真阳知道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？我听小玲说，校尉大人出身关陇世家，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何选择来这边关过刀口舔血的日子？我跟祖上确实辉煌过，但如今家族严没落，一出生便被家族寄予厚望，从小便背负上重振门楣、光宗耀祖的使命。可他们又哪里知道，如今的大周，读书人的晋升通道早已被那些顶级世家门阀给垄断。像我这种寒门出身的子弟，就算有一身治国之才，终其一生也跨不进那道门槛。唯一的出路
就是进入那些世家门阀，给他们做幕僚。可他们不过是一群附身在大周身上的吸血虫，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。至于帝国昌盛、造福百姓乃至民族存亡这些东西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。所以你才决定弃笔从戎，想要在边关战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我到了边关之后才发现，边关与朝堂并无什么两样。就算你有勇有谋、屡立战功，也抵不过人家宗族血脉之情。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存在，根本无法避免。那你当初为何不留在南疆，继续跟在苏老将军身边呢？苏老将军固然爱才，可当时的南疆已经被他平定，南蛮退走不敢再犯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事，所以我才来了北京。校尉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如今的大周已经烂到骨子里了。你觉得帝国还能存在多久？你小子真敢说，不怕掉脑袋吗？大周确实是气数将尽，这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。朝中权臣当道，武将拥兵自重，地方豪强林立，世家豪门只顾小家。就算真出一位盖世明君，面对这千疮百孔的帝国，也是回天乏术。若是你姬伯华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夏之江森，你会不会取而代之，自己去做那龙椅呢？是啊，作为一个穿越者的我，无论是对这个世界，还是对大周帝国，都没有太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正如陈振恒刚才所问，若是机会真的摆在自己面前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坐上龙椅，过一把皇帝瘾。相公回来啦？怎么还不睡？人家一个人睡怕怕，等你呢。那让我给你暖和暖和。相公好坏。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长兄，夫妻对拜。一群不胜酒力的家伙。黑影不会是朝我家去吧？要知道，就算是前世高手如云的特种部队，我也是数一数二的近战好手。可眼下仅一个回合，竟然落于下风。相公，是你吗？没事，别出来，危险！那一拳虽然砸中对方，但是对方身上传来的这股寒气也让我不好受啊。现在整条右臂如遭雷石，肌肉突突乱跳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娘子，快进屋！贼人，看招！别来无恙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鸡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喝大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可悠着点儿，别摔个鼻青脸肿，大家还以为你被弟妹给揍了呢。别怕，有我在。看来这个世界的个人武力值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不少，对敌经验和杀人技法我都不缺，唯独这具身体的体能跟不上。要不然昨晚就算无法拿下对方，至少也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杨师傅，帮我打一把刀。打什么刀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刀不像刀，剑不像剑，哼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枉你当了大半辈子铁匠，本以为你是个识货的主，不曾想你跟其他人一样，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鸡二狗，你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！真以为请我喝了几坛酒，老夫就不敢揍你了？我这把刀可轻松斩断马腿，还能轻松穿透胡车人的铁甲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俩打个赌如何？赌就赌，我怕你不成？你要是输了，以后每天给我送一坛酒。没问题。要是你输了咋办？切，我要是输了，以后你来打任何东西，我一律不收钱。好，赌了。每天一坛酒，你小子可不许反悔。行，不过有一点我得事先声明，断刀的每一个步骤都得按照我的要求来。行，都依你。这炭不行，得处理一下。
臭小子，你疯了！这炭可是花银子买的，你这么糟践了还怎么烧？嚷嚷啥呀？一会儿你得感谢我。温度是锻造工艺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可普通木炭最高温度也就700-800度，不能完全将铁矿烧透，进而无法将铁胚中的杂质去除，这将大大影响兵器的硬度和韧性。煤炭自然是最好的燃料，可惜如今的大周并没有发现铁煤炭这一矿产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只能用泥浆浸泡这种传统方法。通过泥浆浸泡之后，可以将温度提升到1000度以上，勉强能够满足要求。接下来便是烧矿，这些技术我并不熟悉，只能靠杨铁匠一个人操作了。平时需要烧大半个时辰才融化的铁矿，现在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融化了，而且化得非常彻底。莫不是跟基伯达之前用黄泥浆浸泡木炭有关系？杨铁匠，这铁胚需要反复折叠15次，然后用大铁钳夹住铁边的两端，将其扭成麻花状。你小子没完了你！你还想不想喝酒了？看你小子能变出什么来！等等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明日我再来。这把刀算是初步完成了，你小子测验测验。这把刀是按照唐刀的样式制作的，但在一些细节上我做了调整。刀身修长，形似荷叶，但又只有单刃且略有弧度。唐刀虽锋利，在削刺条等招式上有很大优势，但在劈斩方面却由于自身重量较轻而威力不足，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将刀脊加厚了几分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试刀。那腿骨断口竟然如此平整。杨师傅，愿赌服输，你不会赖账吧？好小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夫君回来了，娘子自己吃就行了，不必等我。那怎么成？夫妻之间肯定是要同吃同睡的。校长，校尉大人让我通知您，马上过去一趟。昨晚巡边的5名边军失踪了，已经派人去现场了，并未找到尸体，但却发现了打斗的痕迹和少许血迹。莫非他们跟自己上次一样遇到了胡绝斥候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5名斥候估计已经死了。既然对方干掉了5名边军，那他们极有可能已经潜入了狼风口。若真是这样，事态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胡绝大军兵临圣城。对方既然是从险要小道潜进来的，人数肯定不会太多，而且能够被敌方派来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，必然是赤手中的精锐。对方要是隐匿在关内，想要将其找出来就太困难了。大家都说说吧，眼下怎么办？最要紧的是把那支潜入狼风口的斥候小队找出来，不然恐成祸患。可问题是，狼风口地形复杂，对方若是藏匿起来，想要找到他们谈何容易？这还不简单，我们直接动用所有兵力将狼风口翻个遍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们挖出来。此举不妥，若是大规模搜捕，难免打草惊蛇。先不谈能否找到，就算是找到了，对方狗急跳墙，定会对无辜百姓下手。季伯达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要世纪的详细地图。有，只能一试了。不过我需要人手。要谁？你说。由基伯达担任使长，直到任务完成之前，你们只需听他一个人的命令。我丑话说前面，本次行动异常危险，极有可能会丧命，怕死的现在可以退出。师长，要是怕死，咱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你直接下命令吧。第二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需要无条件执行我的命令，如果做不到，现在退出。如果师长你下的命令是错误的呢？也必须执行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命令真的是错的，那也是我事后要承担的后果。当然，我作为使长，我会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，这是我的职责，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犯错。还有问题吗？你有多少把握？不知道，只能一试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他们在被我找到之前先一步动手。你放手去干就行了，我已经做了相应部署。我已经封锁消息，以免让老百姓知道，引发恐慌的同时，还有可能打草惊蛇。你可曾听说过胡杰的2大王牌斥候？不曾。胡杰军中有2支极其凶悍的斥候军团，名为赤峰和血压，
他们选定5、6岁的小孩为目标，然后通过多年的残酷训练，最终能活下来的10不存1。但每一个活下来的都是绝对的精锐，他们无论是单兵战力还是团队配合都极其恐怖。曾经一营北疆边军遭遇了一支10余人的血鹰小队，结果这500周军险些被对方屠杀殆尽。自此之后，北疆边军听闻血鸦之名，无不胆寒。你是说这次来的是血鹰军团？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咱们的人几乎没有反抗之力，而且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这绝非一般的赤卫。加之胡杰人接连几次失利，派血鸦前来也不是不可能。若来的真是血鸦，不仅我们等人异常危险，整个狼风口都是岌岌可危。都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，就算来的真是血鸦，我也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自己前世就是特种兵，正好领教一下血武的实力如何。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小丽。放心吧，你不说，我也会派人看着。这一路上有7组脚印，说明对方至少有7个人，而且从脚印消失的方向判断，对方现在极有可能躲在市集之中。师长，市集上有几百户人家，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搜吧？真要这样，对方听到风声早就跑了。你们假设一下自己是对方，会选择躲藏在市集的什么位置？首先肯定不能藏在市区中间区域，这样很容易陷入围困，而且暴露的风险也会加大。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是我肯定选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，给自己留下退路。其次是足够毙命，避免与人接触。这些胡贼潜入之后，肯定会第一时间杀害老百姓，以此来确保自身行踪不暴露。看来只能等到明日，看哪家没有人出门，就可以缩小目标范围。潜藏在暗中的敌人就像一把利剑，随时有可能发动致命一击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天亮之前必须将人找出来，并将其干掉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家人已经被胡绝人买通，或者说，那本就是胡杰人安插在狼风口的一个据点呢？啊，不会吧！我也不相信咱们拼命保护的人会出卖我们，但在战场上，哪怕是1/1000的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，因为我得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。师长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一处处查。一炷香之后，在这里碰头，这是他们给自己留的退路。而且这家人的房屋并不与其他房屋相连，最近的也有30余丈，可以说房屋4面8方都可以突围，这无疑是给行动增加了难度。我找到他们了，时间紧迫，我只说一遍。黄勇，你在路口附近伏击，守住后门。是。石萌，你配合黄勇，务必将后门守住。是。耿忠、崔实，你2人在东西2面寻找制高点，需保证弓箭能覆盖所有位置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，以防对方狗急跳墙。一旦让其逃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。秦小根，一会儿行动开始，你带剩余的人列阵攻进去。是。我会从屋顶前进去，与正门的秦小根等人配合。记住一点，速战速决，千万不能给对方逃走的机会。行动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那里是崔实所在的位置。刚才我只看到耿忠一个人放箭，按理说崔实的位置视野更好，距离也更近。若是他配合的话，对方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可崔实却迟迟没有放箭。崔实被杀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漏网之鱼！原地等我，不准跟来！我知道对方一定就藏在索隆林中的某个角落等着我。如果不能将其击杀，我没办法对死不瞑目的崔实交代，无法对死在屋里那对中年夫妇交代，也无法对自己交代。从崔实的死状来看，对方的实力非常恐怖，
以至于崔氏几乎都没有反抗之力，甚至连发出警示的机会都没有。或许我们还没行动的时候就已经被此人发现了。他先是给屋里那行血压斥候传讯，然后迅速逃了出来。这也是为何在行动之前我听到屋内有异动的原因。奈何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。脚印消失了。看来对方已经洞察了我的意图，找到你了，只剩下最后一针铁夹了。拔台烈两兄弟是死在你手中的。不错，是我杀的，而且我马上送你下去见他们。哼哼，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你就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对于死人的身份，我不感兴趣。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，真以为我这百夫亭是吃素的吗？这一战几乎抽考了我全部力气。平心而论，若不是最后我故意示敌以弱，再出其不意将其反杀，此时躺在地上的人谁还不一定。师长，你没事吧？去把尸体处理一下，记得把盔甲拨回去。当营口物资匮乏，普通士卒只有修补了很多次的皮甲，铁甲数量不超过单手上数。今日这8具铁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战利品。师长，有情况！娘，你是谁？我娘呢？你爹娘去城里办事去了，让我来接你。你骗人！娘说了，只要我躲在这里，不让爹爹找到，就给我买糖吃。孩子，你爹娘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家便是你第2个家。你们怎么样？回禀校尉大人，8名血压探刑已经全部被斩杀，我方一死一伤。原来我们斩杀的竟然是有名赫赫的探刑王牌血压。哎，金狼刀，季兄弟，这刀你从哪儿得来的？这种金线刀只有胡杰军中的1军主将才有资格佩戴，莫非这次敌人的小队里有1名胡杰将军？除了1军主将之外，血压军团的百夫长也是佩戴这种金狼刀，那岂不是说是1名血阳军团的百兰长？你们说的应该就是那家伙了。这才多久？如此显赫的战功，就算是放眼几百年大周帝国，也是殊为罕见的存在啊！叔叔，怎么了？你抱我离开时，我都看到了。叔叔已经给你爹娘报仇了。相公，这是……回头跟你细说，先弄点吃的。饿了吧？我马上就去做饭。这孩子父母都被杀害了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，便将他带回来了。这孩子命也太苦了，要多吃饭哦，不然个子长不高的。长高了能成边军吗？想要成为边军，身高和力量都不能差。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之前拔都烈与巴图尔2兄弟先后殒命于狼风口，定然引起了南征主帅拓跋烈的重视，所以这次才派一支血勇小队来查探虚实。当然，若是可能的话，他们不介意直接夺下狼风口。可如今那批探司全部伏击，就连那名血焰军团的百夫长也命丧狼风口，拓跋烈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，狼风口将会承受他的雷霆之怒。一直以来，狼风口就像是一根钉子，死死钉在北疆防线的最前端，以至于胡杰大军不敢贸然挥军南下，因为狼风口随时可以出兵切断他的退路。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隐患，以至于近些年来胡扎人多次攻打狼风口，想要彻底拔掉这颗钉子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最多10天，胡扎大军便会直扑狼风口。守得住吗？守不住也得守。是啊，我们根本没有退路，守得住要守，
守不住就死守。我已经派人将军情送往漠北节度府，让大将军派兵前来支援。虽然军情已经送出去，不过我心里却没底，因为刘武之死，张惠安极有可能从中作梗。按理说，年后的第一批粮草早就该到了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从刚收到的消息来看，徐必彦多半是死了。狼风口弹丸之地，竟折我3元复礼。霍苍狼，末将在。若让你率兵攻打狼营口，你需要多少兵马？回禀主帅，只需1000精兵即可。若未能攻下，当如何？若末将未能攻下狼风口，提头来见。好，本帅任你为先锋主将，突曼、布罗2人为副将，率精兵3000，10日后起阵，踏平狼风口。末将领命。吴烈、博尔系，你2人各率2万兵马，朝老龙口与朝天垭包进，不必进攻，只需牵制住漠北的主力军即可。3日前，亲兵便带回消息，粮草和援军近几日就会到，可到现在都没有半点动静。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测10有8、9是成真了。这一次，非但援军到不了，就连粮草也悬了。如今狼风口的粮草还能支撑5天，看来不得不做2手打算了啊！一方面得节省开支，另一方面则是派人去适时和周边城镇购买军粮。好在节度府一直存放了一笔银子在我这里，用于奖赏战功。可北疆受战乱影响，老百姓家里的余粮也不多，就算能采买到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刚刚得到消息，1000精骑外加2000汉族于5日前离开沃纳城大营，直奔狼营口而来。而且这次领兵主将是霍苍狼，此人同为拓跋烈麾下7大战将，且位列第3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父亲霍怀恩本是周人将领。霍怀恩原为云州都尉，正元17年携朔方部防图叛投胡节。此人精兵法，投敌之后便被任命为南征先锋，连破北境13城。如今援军肯定是指望不上了，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，靠着500人死守。按照敌军当前的行军速度，最迟3日便会抵达狼风口。诸位觉得这一仗应该怎么打？守城战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次，能想到的方法基本上都用过了。像上次基伯达这一招请军入瓮算是一个奇招，但这样的战术只能用1次，第2次就不灵了。基伯达，你说说看。除了死守，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。没援军，没粮草，500军卒对3000精锐，可想而知这一战有多艰难。别的不说，对方哪怕是耗，也能耗到我们使尽粮道。校尉大人，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五，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有什么话直说无妨。校尉大人，咱们几百号兄弟在这里拼命死守，人家却对咱们的生死不管不顾，真的值吗？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，我更清楚，如今的大周权臣当道，军权旁落，天子早已被架空，地方更是士卒林立，乡绅遍地。无论怎么看，大周都是大厦将倾，气数将尽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我们在这里与敌人拼死去拼活，可节度府却冷眼旁观。估计我们全部战死狼营町，最终却连为我们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我也觉得不值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露宿风雪，镇守国门，不仅仅是为了龙椅之上那位天子，也不是为了大周皇族，更不是为了那些自诩中流的世家豪门，而是为了关内千万黎胜，为了种族血脉。我们可以弃城而逃，可狼风口的百姓呢？他们怎么办？如果大周所有将士都跟我们一样不战而逃，天下百姓将沦为胡杰人的刀下亡魂，万里香河将会承载胡活贼马蹄之下的碎片。届时神州陆沉，山河破碎，社稷丘墟，生灵涂炭。届时被残忍杀害的无辜百姓中，必然有我们的父母妻儿。被踏碎的不仅仅是万里清月，还有我们民族之脊梁。诸位，如果狼风口注定守不住，就让胡贼踏着我们的尸体入关。校尉大人说得对，胡贼想要入关，除非踏着我们的尸头进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何惧一死？更何况能与兄弟们死在一起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张怀安在从中作梗。就算陈振香亲自去漠北要兵要粮都没用。对方表面答应，可私底下以各种借口拖延个10天半月，狼风口根本拖不起。别的不说，这几百号人每天吃的就是一个大难题。
正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连军粮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守城？我去漠北。张瑞安之所以处处刁难，都是因为我去见他，看能否化解这场矛盾。眼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到了漠北，张怀安随时都能要你的命。我知道，张怀安想要我的命，给刘武报仇，但我总得试一试。而且他想要我的命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不行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小茹交代？放心，这次我自己跟他说。昔年定远侯36骑定西域，今日我基伯大达独闯节度府。从现在开始，梁老哥担任务标标长，秦小根顶替你的位置。标长，那你呢？标长，那张大人明显是不怀好意，你一个人去节度府太危险了，要不我带几个兄弟陪你一起去？狼风口大战在即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而且对方真要杀我，就算把狼风口这500人全部带上，都无济于事。你们记住，此战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，一旦狼风口失守，胡解铁骑将长驱直入，马踏中原，到那时候，整个北京都将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自从将小石头带回来之后，这个小院更像一个家了。只可惜这小家伙一直闷闷不乐，动不动就坐在那里发呆，连苏清燕也没有好的办法。相公可是觉得这饭菜不合口味？娘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怎会不合口味？那我看相公似乎右口不佳，可是有心事？我要去一趟节度府，想办法要来粮草和援军，为狼营口解围。父亲说过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当有所为，有所必为。娘子，如果我未能要来援军，狼营口若是失守，相公，小茹本是戴罪之身，没有死在发配之路上，已是上天眷顾。没曾想竟让我遇到了相公你。虽然我们相处不足孤月，却是小茹心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如果狼烟口真的守不住，那小荣便与相公一起共赴黄泉，来世再做夫妻。小石头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家里就剩你一个男人，你可得保护好你婶婶。好。相公，小丽在家等你，一直等。下官求见张大人。您稍等，小人去通报给张大人。几位参军大人正在处理药物，让你先等着。基伯达虽然心里着急，但也只能等着。请问张大人那边还在处理药物吗？几位参军大人已经回去休息了，要不你还是明天来吧。上车吧。我知道你是为粮草和援兵而来。胡杰3000精兵已经抵达狼风口外，随时准备发起攻城，仅靠500兵卒根本抵挡不住。而且所余粮草最多只能坚持3日，请大人立刻发兵发粮。你说这些，5日前我就已经知晓，而且我只需一道命令，援军粮草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大人请讲，只要是卑职能做到的，义不容辞。很简单，用你腰间的战刀自刎，为刘武陪葬。大人，上次卑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刘武之死与我无关。你说的是你说的，信不信则是我的事。大人，狼风口危在旦夕，一旦狼风口失守，胡解铁骑便再无阻碍，直逼龙脊关。还望大人公私分明，切莫延误了军机。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卑职不敢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是你自己死，还是狼神口500军卒替你死？你若自刎，我连夜发兵驰援狼风口。是自己死，还是由狼风口500兵卒替他死？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
身为一名将士，若是血染沙场，马革裹尸，那也就罢了，又岂能死在这种小人手中？大人的要求，属下办不到。那就让狼风口500兵卒等死吧。既然张怀安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只能想其他办法了。毕竟事关狼风口500边卒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，我不能轻言放弃。听说了吗？胡贼出动2路大军，直奔老龙口和朝天崖而来。是啊，以往不都是开春之后才开战的吗？今年胡察人为何这般着急？直觉告诉我，这2支胡劫军团的出动是为狼风口的货仓狼打掩护，同时拖住飞龙城的主力大军。当然，若是漠北主帅卢振元不予应对，这2支军团便有可能假戏真做，直接对老门口和朝天崖发动进攻。胡劫兵分3路，出动如此规模的兵力，必然是对狼风口志在必得。这位兄弟，能否拼个桌？请坐。能否讨一杯酒喝？这位兄弟似乎有些心事，不知能否对我这个萍水相逢之人说道一二。见小兄弟披甲执刀，定是边军士卒，深夜独酌，莫不是思乡心切？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？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？寥寥8个字，却让我反复咀嚼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可偌大的帝国，满朝文武，又有几人真正明白？想不到小兄弟也是读书人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先生莫要折煞我了，我不过是比普通人多读了几本书，算不得读书人。在下姓叶，青州人士，在下求学之时，顺带学了些占卜之术。既然小兄弟请我喝了酒，那我就送你一卦，或许能帮你指条明路。还望先生指点迷津。你当下必是遇到难题，想来飞龙城求助，奈何处处碰壁，求助无门。莫非对方知晓我的底细？不过看此人并无恶意。季兄弟，叶某算的可还准确？那叶先生所说的明路是指？季兄弟，叶某告辞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后会有期。明日午时，五里亭。看来对方极有可能来自节度府。至于对方为何指点自己，我目前还猜不到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没想过对方会对我不利，可思来想去，整个戒毒府就只有张怀安想要自己死。但以张怀安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肯定不会多此一举。毕竟在他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只蝼蚁，他不会亲自动手，而是让自己主动赴死。齐伯达兄弟，真的是你！原来正是昨日领自己到节度府的校尉江晓。校尉大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见你们行色匆匆，这是有什么紧急军情吗？大将军要亲自到大营点兵，前往老龙口和朝天驿布防御敌。你是说，大将军会路经此地？大将军就在后面，我等先行前去大营传信，让全军集结听命。难怪昨晚在酒馆，叶先生说自己来这里，或许能找到一条明路。原来是大将军卢振祥今日要路过此地。看来那位叶先生就是节度府的官员，而且在军中职位还不低，至少也是能接触到大将军的人，否则绝不可能得知大将军的行踪。齐兄弟，军务在身，就不与你多聊了，我先行一步。校尉大人正事要紧，就此别过。现在已经知道大将军要路过此地，自己要做的就是将其拦下来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可如何才能拦下大将军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要知道，贸然拦路，那是有可能被就地格杀的。居然是张怀安！狼风口镖长基伯达求见大将军。何人挡道？速速闪开！找死！
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找到了这里。你是何人的部下，竟敢拦大将军的路？想死吗？竟是叶先生，果然如自己猜测那般，他果然是大将军身边之人。从衣着来看，应该跟张怀安一样，都是大将军麾下的参军。绝不能让这小子见到大将军。樊校尉，此人来历不明，以下犯上，定是心怀不轨，速速拿下。慢着，大将军，此人怕是要对你不利，切莫靠近。老夫征战半生，什么刀山火海没趟过？区一个少年，又何责倒栽？你是何人？属下狼风口陈振江麾下镖长姬伯达，求见大将军。前不久，我似乎在寝宫部上见到过这个名字，不是连杀胡界2名主将的那小子吗？你可知延误军机该当何罪？情况紧急，属下也是迫不得已。带他去大营。尽管没见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，可从精气神和纪律来看，战力应该不差才对。为何会连败给胡界人？跟我来。虽然自己见到了大将军，但能否借到援兵和粮草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最主要的是，待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始终觉得内心不安。以张怀安的能力，只需略施手段，便可让自己万劫不复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既然猜不到张怀安会用什么手段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从明处引入暗中。人跑了怎么办？我去禀告张大人，你们赶紧快使，许都帮我去找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不知道这2人为何追自己，但肯定不是好事。整个北疆大营，想要对自己不利的，也就只有张怀安，自己绝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站住！这样跑下去迟早要被围住，为今之计只能赌一把朝帅营方向跑了。此人盗取机密，乃是胡家的嫡子，快给我抓住他！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叶大人，此人乃是胡界人的嫡子，盗取机密被我等发现，正要将其拿下。谍子都摸进漠北营来了。樊校尉马上去查实，今日是何人值守，全员问斩。如果证明他不是谍子，罗校尉是不是要给个说法？这下子完了，不仅把张大人交代的事情搞砸了，自己还惹了一身骚。樊校尉，把人带走。是。姬兄弟，我可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多谢叶先生出手相救。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走，我带你见大将军去。姬镖长，你且在门外稍后。大将军，人带到了，进来吧。说吧，你在五里亭拦本帅的路，所谓何事？启禀大将军，胡杰出动3000精锐攻打狼风口，狼风口只有500守军，且只有3日余粮，恐守不住，请大将军下令出兵支援。难怪拓跋烈这老狐狸突然发兵老龙口和朝天亚，原来是为狼风口打掩护。敌军如今距离狼风口有多远？领兵之人是谁？昨日便已兵临狼兵口外，领兵之人是霍苍狼。竟是这个！如此重要的军情，为何现在才送到？若是狼风口失守，他陈振江就算死10次，也难赎其罪。看来之前狼风口送来的军情，多半也被张惠安截下了。将军明鉴，陈校尉派来的信使3日前就已经返回狼风口了。属下昨日天黑前，也已经将消息送入节度府中。谁能告诉本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禀大将军，几日前狼风口确实有传信，不过卑职觉得狼风口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
当年5000胡干人都未能攻下，这次才3000敌人，想要守住也是轻而易举。粮草呢？朝廷的粮草本来年前就该到的，可因大雪延误，至今未到。城中粮草也所剩不多，卑职便让陈振刚就近征粮。你先下去吧。大将军，我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属下告退。本以为只要见到大将军卢振恒，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可事实证明，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，是张怀安在从中作梗。然而，张怀安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甚至连一句问责都没有。或许是自己的地位不够，就算要处置张怀安，也不可能当着自己的面处置。看来大周的腐朽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，要不然延误军纪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别以为见到大将军就能翻身，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一只蝼蚁。小相公，选我当老婆吧。虽然我年纪大点儿，但是会疼人。看过1、2、2季的义父们都知道，身为兵王的我，居然穿越成为了大周边军的一名小卒，还被迫选了个罪女当妻。小妞儿，咱们伍长让你去暖床，那是对你的恩赐。为了保护妻子不被伍长欺辱，我只能杀死伍长刘武等人。没曾想，对方小舅子竟是掌管粮草攻境的节度使官。好一个季伯达！本官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竟趁着敌方率兵攻打狼峰顶时，故意扣发粮草，拒绝援军，欲置我和500边军于死地。今天若非叶之威及时赶到，我就算能拼死一搏，能否脱身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季伯达兄弟，大将军叫你进去。属下参见大将军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处置张金是官官相护，全然不顾边境安危？属下不敢。你都敢拦老夫的帅旗了，什么敢不敢的？老夫也曾年轻过，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张怀安与你的恩怨我都知道了，今日军械库之事也已经查清，但我眼下却不能动他。为什么？您身为帝国大将军，北西军统帅，放眼整个北疆，不都是您说了算吗？为何还办不了一个小小的参军？莫非真如自己猜测那般，在这些大人物眼里只有利益？所谓的家国大义都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。年轻人，你太小看我卢振恒了。之所以暂时不能动他，是因为他老丈人是户部尚书兼度指使。若是我办了他，往后北疆40万大军的军衣粮草都将是大问题。难怪张怀安如此的有恃无恐，哪怕明知自己那些小动作就要被揭发，依然是那般的气定神闲。原来他有如此强硬的后台。粮草的事情，我已经让叶之威去办了，你无需担心。不过，胡杰对老龙口和朝天崖各发兵2万，其他地方同样也在暗中集结兵马，我已经抽不出兵力援助狼峰口了。看来注定是没有援军了。狼峰口500兄弟还在等着自己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前卸自己一人身上，自己若现在回去，该怎么跟他们交代？又该如何对自己交代？大将军，狼营口有多重要，想必不用我多言。若是被胡贼军死则死矣，可数百里疆土和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将被胡战铁骑踏碎。给我站着！堂堂7尺男儿，跪天跪地跪天子跪父母，唯独不能对权势下跪。我北疆边军骨头比铁硬，哪怕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。我比你更清楚狼峰口的重要性，但狼峰口至少有险可据。你可知北疆有多少地方是一马平川？一旦开战，那都是要用将士们的身体去筑墙，以此来抵挡胡解铁骑的。大将军，属下有个办法，或许可解狼峰口之急。之威，如今北疆大营还有多少可用之兵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而这些兵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绝不能动用的。属下明白，但大将军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支队伍。哦，还有哪支队伍？死字营。我却是忽略了这支队伍啊。不过死字营之中基本都是被打入奴籍的罪人，更是不乏从各地发配而来的死囚。北疆死字营足有3000余人。平时死字营军奴大多都在从事劳作，或是修补城墙，或是搬运物资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不饱的，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。
最主要的是，一旦开战，这些军奴就会被派往战场充当炮灰，往往攻城战便是这些军奴最先上，也算是让这些戴罪之人发挥最后一点作用。可这些军奴一旦脱离了北疆大营，就等同于离开了牢笼，谁还能管住他们？不行，死字营之中不乏穷凶极恶之仆，一旦脱困，恐出祸患。大将军，我能管束他们。你可知道，死字营中都是些什么人？你拿什么管束？属下愿以项上人头立下军令状。你可知军中无戏言？属下知道，不过属下有几点请求，请大将军准许。说吧。恭喜姬校尉，此次若无先生不助，别说援军，估计连一粒军粮都看不到。我代表狼营口500兄弟，谢过先生。我需要1000人，随我一起去杀敌。我无法保证你们跟着我去都能活着回来，但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，只要跟我去，无论生死，往后你们都将解除奴籍，堂堂正正做人。解除奴籍？自己没听错吧？这位将军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不是将军，1个时辰前我还只是一位彪长，刚被卢帅提为校尉。不过我刚才的话却是卢帅亲口允诺的，不信你们可以问卢帅身边的参军叶大人。卢帅确实答应了，只不过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们必须全程听从姬校尉的命令，若有不从者，全员问斩。好，我们跟你干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只要活下来就能翻身。并不是谁都够资格跟着我，因为此次行动九死一生，失败就意味着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死。但我不想死，曾参军入伍者出列，能骑马射箭者出列。被选中的别急着高兴，因为你们明天就有可能会死。没选中的也不要觉得失望，你们以后还有机会。人已经选出来了，战马和兵甲我已经让人去武库点取了，很快就能送过来。叶先生今日之恩，姬伯达没齿难忘。若我还能活下来的话，定当报答。昨晚我跟你说，我曾学过算卦，真不是诓你。我看你面相，绝非短命之人。我等你凯旋的消息。粮草的事情就有劳叶先生了。放心，你们先行一步，粮草随后就到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便是一名战兵。此次出战，既是杀敌，也是正命。是。曾在军中担任过彪长乃至以上职位者出列。启禀大人，属下萧京寒曾在南系军中任校尉，属下周定山曾任幽州军彪长，属下顾长风曾任北疆云州军赤头校尉，属下裴昭曾在神都任禁军都尉。没想到这死字营之中竟然卧虎藏龙。从现在起，我任你们为彪长，各统领100人队伍。这就直接当彪长了？不用惊讶，我让你们当彪长，是对你们的信任和对你们能力的肯定。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。要是觉得自己当不了这个彪长，趁早让位置。明白。已经整整2天了，可敌军却始终没有发动进攻。校尉大人，这霍苍狼围而不攻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本以为霍苍狼是不是知道狼风口快断粮了，想要以此耗死我们。但是快断粮的消息只有几名彪长知道，就连到附近适时村落购粮的士兵也不知道内情。胡杰人要开始进攻了，全军备战！滚石，放原木。虽说这是胡杰人惯用的进攻方式，可这次对方的主将可是大周叛将霍苍狼，他比胡杰人更了解周军的防守手段，不可能没有应对之策才对啊！现在10分钟换防，将城墙上的乙标和丙标换下去休整，将正在休整的丁标和乙标派上来。注意隐蔽，敌军有投石车。狼风口之外那条峡谷河道崎岖狭窄，照理说投石车根本运不进来，但现在投石车确确实实出现在了狼风口外，而且还不止一架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对方之前的攻击那么敷衍，原来对方将投石车拆开搬运过来，
此前血谷之中那些来回穿行的人影，是在现场组装啊！传令，甲标携木曼上城支援。得令。命乙标和丙标伐竹，编制竹蔓，越多越好。得令。多少木蔓，全部拿上来。大人，这些木蔓都是多年前制作的，一直丢在仓库之中没用过，卑职全部搬上来了。让他们加紧制作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是。看来对方应该有5架投石车，而且距离城墙足有400步的距离，弓箭根本够不到。梁铁山，属下在，带几个人去把那架床弩搬上来。是。这东西的射程可达400余步，如今也只能靠它进行反击了。成功了，再来！只可惜，整个狼风口就这1架床弩，要不然完全可以压制对方的投石车。但是库房之中库存的弩箭只有不到200支，按照每次使用3根，用几十次就会耗尽。给我杀！杀死这些入侵者，为兄弟们报仇！不好，胡贼的云梯搭上来了，快取火油！熊广，带人去城门方向支援。是。尽管在开战之前，我就让人用巨石将城门甬道堵死，可一旦对方撞碎城门，便可以疏通甬道，而且这个过程完全处于死角，站在城墙上根本无法阻止。季伯达，你接到援军了吗？我们快顶不住了。校尉大人，这样急行军，很多人都吃不消了，而且就算人能坚持，战马也受不了。校尉大人，非是卑职贪生怕死，而是为大局着想。吾辈身为将士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有谁熟悉地形？马上来见我！校尉大人，属下之前本就是北疆边军，来过这一带。可知哪里适合休整？东南方向20里，有一片胡庸林。带路。此地距离狼风口还有多远？大约200里。休整到申时开朗，亥时之前，必须赶到狼风口外。届时会有一场生死之战，我会分出一标兵力，负责烧毁敌军粮草，其余人随我一起从后方直扑大营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机会稍纵即逝，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变数。明白。谁让你们生火的？校尉大人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我们都快冻僵了，所以……谁的兵？回禀校尉大人，是我的兵。还记得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吗？违反军令者斩。你自己处理吧，若有下次，全标皆斩。标长，别杀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可曾听过军令如山？挖个坑埋了吧，记得多放些树叶，免得他们冷。标长，东面发现一支骑兵小队，朝着这边而来，是周人还是胡杰人？太远了，看不清。其他人原地隐蔽，萧金寒带几个人跟我来。是胡军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准备战斗，等对方进入100步范围再放箭，放倒之后迅速扑上去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。用我的箭。放箭！一箭射杀3人，而且箭速比我的破甲弓还要快。好箭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凌略。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。有事吗？校尉大人，属下想跟您打听个事情。你想问什么？属下想知道，镇守狼风口的是不是陈振江？你是因为苏老将军之事被牵连，才被发配到死字营的吧？属下曾是苏大将军的牵兵营校尉，
半年前，苏大将军被朝中奸人陷害，抄家处死。南系军中苏大将军的一众心腹也都尽数遭受牵连，要么被问斩，要么被发配到各地为奴。如今这队伍中便有近200人出自我们南系军。难怪有那么多人曾在军中服役，原来大部分都来自南系军。堂堂站边为国戍守边关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实在是令人气愤。放心吧，天理昭昭，苏大将军会有沉冤得雪的那一天，陷害他的人也会遭受报应。陈真江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能及时赶到，应该还能见到他。到时候我再送你一份惊喜。陈振航可不是孬种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坚持到我们赶过去的。2个时辰后，各标集结队伍，清点人马，准备出发，直奔狼风口。接下来你继续带路。放心，校尉大人，以往我常来巡边，就算闭着眼睛，也能把大家带到狼风口。废物，折损了700精兵，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狼风口，要你们何用？将军，非是我等无能，实在是那狼风口太过于险要，人太多了施展不开，人太少又难以形成攻势。是啊，将军，狼风口只有一面城墙，周军集中兵力死守，我等之前好几次都登上城墙了，却被打退了回来。而且对方还在城外挖了很多沟壕，我们的工程车每前进一步都是拿士兵的尸体在填。你们的脑袋就先寄存在你们脖子上。今夜你们亲自带队，要么攻下狼风口，要么你们就死在狼风口。校尉大人，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，快休息下吧。士兵们的伤怎么样了？唉，能救的都救了，有些根本来不及救。辛苦了，您老先去休息会儿吧。陈大哥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陈大哥太客气了，咱们女儿家虽上不了战场，但也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援军和粮草有消息了吗？多半是来不了了。我已经让人去通知狼风口的百姓，让大家准备撤离。天黑之前，你也跟他们一起走吧。半年前我家破人亡，如今的狼风口便是我的家，我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我们是将士，我们的使命就是与狼风口共存亡。但你不一样，听我的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我答应过相公，会在这里等他。把秦小根叫过来。是。校尉大人，你找我。秦小根，我交给你一项任务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大人放心，今天晚上，你带着你们彪长夫人，随百姓们一起撤离。啊！这是命令，也是我给你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。属下记住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晚了吧？毕竟对于胡杰人而言，天黑更有利于他们攻城。有人说，对于将士而言，战死沙场便是最好的归宿。也有人说，男儿无惧生死，但求死而无憾。我不知道死在这里值不值，或许过些年帝国将不会记得我们，但我相信狼风口的百姓会记住我们，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热土会记住我们。兄弟们，如无意外，今日便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了。或许我们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。我想问你们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这2日早就杀够本了，再多杀一个就是赚一个。好，喝了这碗酒，咱们杀他个痛快。若是觉得不过瘾，到了地府，咱们再杀他一遍。将军，周军为何士气如此高昂？莫非是援军到了？哪有什么援军，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，准备做困兽之斗罢了。勇士们，今夜之后，狼风口注定要易主，杀进去，战功、女人、银子都是你们的。你们若活下来，将享尽荣华富贵，子孙后代衣食无忧；你们若战死，你们的名字都将被铭刻在功勋碑上。你们的部落将因为你们而被可汗奖赏，整个草原都将视你们为英雄。杀！放箭！火油！投石车准备！今天就算是把狼风口轰平，也要攻下来！
石车该停了。将军，这样下去，咱们自己人也会被投石车砸死的。别紧张，死不晚。用2000精兵换狼风口，怎么算都是值得的。督战队压上去，谁敢后退，杀无赦！往前冲是勇士，往后退是逃兵。继续进攻，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只进，粮绝，无援，城将破。莫非城门已经失守，敌军入城了？虽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自己已经尽力了，狼风口所有守军都尽力了，只是不知道狼风口的百姓撤到哪儿了。校尉大人，我们来帮你们了！杀光这些侵略者！这些老百姓竟然没有撤离，难道他们不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要死在胡杰人的屠刀之下吗？给我顶住！不过是一群刀都拿不稳的乌合之众，怕什么？告诉突满，去取陈振恒的性命！顶住！反击！齐小根，我不是让你护送大家撤离吗？校尉大人，他们谁也不肯走，我劝不动啊。陈校尉，你就别怪他了，是我们自己要来的。你们守护我们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让我们出一份力了。是啊，校尉大人，狼风口是我们的家，若狼风口失守，我们又能逃到哪儿去？校尉大人，我们虽然不是军人，可也要让这些侵略者知道大周男儿的血性。若大周边军皆如此，若大周百姓皆如此，何惧四方强敌？校尉大人，你快看，那是胡杰的军营，怎么会起火了？莫非大牛，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校尉在哪儿，旗在哪儿，人在旗在，人死旗不倒。将军，不好了，敌军偷袭大营。哪儿来的敌军？多少人？打什么旗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对方忽然自黑暗中杀出，约莫在1000人自受，挂一面白帆。传令，后军变前军，列阵御敌。快列阵！是彪长，他真的带援军来了。无畏死者，可求生！不要乱，给我稳住！将军，咱们快撤吧，不然就走不掉了。只差一步，自己只差一步就将其攻破了。撤吧，保护将军，撤退！亲兵听令，给我杀出去！拔刀！杀！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挡住他们，我带将军走。将军小心！别追了，先解决战斗。狼风口守住了！太好了！胜了，我们胜利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还好我赶到了。把战马杀了，给兄弟们做饭。军粮还没到吗？昨晚就已经是颗粒不剩了。本想让兄弟们吃顿饱饭，然后一起上路。不应该啊！我出发之前，押运粮草的队伍就已经从飞龙城出发了，怎么可能现在还没到呢？会不会又是张参军暗中阻挠？这一次是叶之喵亲自派的人，他应该插不了手。陈校尉，我是节度府运粮官郑远，第一批军粮已经到了。3日前叶先生便已经派你们出发，为何粮草现在才到？二位大人恕罪，我等在途中遭遇了响马，运粮的马车全部被毁了，还死伤了不少兄弟，只能靠人力先扛一些来应急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北疆早期确实有响马出没，但
这些马贼从不敢挑衅边军，更别说是劫军粮这种事情了。而且近些年边军多次剿匪，那些响马要么被剿灭，要么闻风而逃，去其他地方讨生活了。辛苦了，校尉大人言重了。相比起你们与敌人厮杀，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？我得带人赶回去，把剩下的粮草运过来。耿忠，带一批兄弟去帮忙运粮。是，校尉大人，你们刚打完仗都还没休息一下，让我召集一些乡亲去帮忙运粮吧。上阵杀敌我们不行，但运粮我们还是没问题的。是啊，校尉大人，你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吧，你们太累了，而且很多人都还带着伤。那就多谢乡亲们了。相公，别哭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相公，你伤哪儿了？快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这些都是敌人的血。相公肯定饿坏了吧？我给你做好了饭。叔叔，你杀了多少个狐贼？叔叔也记不得了。你跟婶婶在家有没有害怕呀？小石头不怕。小石头可勇敢了，这2日我去救助伤员，小石头全程帮我打下手呢。小石头真棒。我睡了多久？现在午时刚过，相公都睡了1天1夜了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睡太久了，有些晕。校尉大人呢？他去城墙上了。这么早就醒了？睡不着，闭上眼睛就是喊杀声，做梦都是兄弟们倒在血泊中的惨烈场景。能想象当时的战斗有多惨烈，2日3夜的鏖战，换谁都会精神崩溃。这一仗折了多少弟兄？刚刚才统计出来，战死213人，68人终身残疾，54人失去战力，剩下的160多人个个带伤。朱烈死了，与丙彪仅剩的20多人被敌人的铁骑踩得尸骨无存，只找到一些盔甲残片。熊广死了，被人用长枪钉死在那里，一直到鲜血流尽。战争是开启邪恶的一个钥匙，锁校即开，就注定要死人。将士、百姓皆是无辜者。校尉大人，胡劫人留在城外的粮草军械，我带人全部运回来了。我跟陈校尉等你很久了。老七，不认识我了？三哥，三哥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三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其他兄弟呢？你可知他们的下落？大哥和六弟当场被斩首，二哥下落不明。我与其他几位兄弟被抓入大牢之后，便彻底没联系。该死！刚刚你说去城外把胡绝人的粮草军械搬回来了？哈哈，对啊，胡劫人留下的粮食可不少，还有许多活牛羊，今晚可以给兄弟们改善一下伙食了。前晚你们不是已经把胡劫人的粮草给烧了吗？当时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，我在城墙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原本的计划确实是烧掉敌军粮草，以断其后路。不过回头一想，若是能救下狼风口，这些粮草物资都会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反之，若是输了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只会让他们破关之后掠别得更加凶狠。所以，最终我只是让周定山带一标兵力焚烧了几座空帐，其目的是让敌军感到恐慌。这一战，咱们虽然打赢了，但却赢得侥幸。不要觉得我在打击你们的士气。如果我们当时不是抢占先机，趁着对方阵营混乱发起冲锋，而是与那1000精骑拉开架势对拼，我敢保证，最终被杀得片甲不露的一定是我们。所以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咱们除了帮助狼风口完成修缮工作，还得加紧操练，不然下一战我们未必能这么幸运。老七，我第一次去校尉家里吃饭，空着手去不妥吧？没事儿，基伯达不是示弱的人，而且那小子做的一手好菜，一般人想吃还吃不上呢。可我听说姬校尉成家了，就算他不在乎，难免夫人会多想。那就更不会了，你们校尉夫人可是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。哈哈哈。先坐会儿，火锅马上就好了。校尉大人，这里不是军营，更何况大家都不是外人，不用那么拘谨。相公，是客人到了吗？属下萧金浩，见过夫人。三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小离，小离，真的是你。
老齐，你咋不早点告诉我？这不准备给你一份惊喜吗？小离，对不起，我作为大将军的亲兵校尉，却没能护住他，对不起。三哥，这不怪你，反倒是你们被苏家连累。季兄弟，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虽然你是我的上级，但若是你对我这妹妹不好，我哪怕是以下犯上，也要跟你拼命。你这话，陈都尉早就说过了。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暗中调查，奈何我身处狼风口，加之力量有限，也只是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老齐，你查到了什么？大将军被害，归根点底是功高震主，加南疆战乱已彻底平定，他的存在只会让那位如坐针毡。原本陛下的意思是收回大将军的兵符，让他解甲归安，享晚年。可消息传出之后，曾经被大将军打压的那些人却嗅到了一丝机会，想要借助陛下的手彻底除掉大将军。那些人借助陛下的猜疑，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构陷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证据。相比之下，这些人才更该死。可是那千面义不仅是他，偌大的朝堂之上，有近半数人都巴不得苏家军土崩瓦解。事后我也怀疑苏家军里是不是出了内鬼。起初我也只是猜测，但我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很大。给大将军定的罪名中，有几条都涉及南细军机密，除非是苏家军的核心成员，否则根本接触不到。而且之后朝廷派人轻而易举便接管苏家军，若没有人从中配合，绝不可能那么顺利。想要给大将军翻案，仅凭你我二人根本没希望。别忘了，还有我们。对，还有我们。非是我长他人志气，大将军执掌南细军，可在皇权面前依然是如此渺小，一道圣旨便让他入宫受缚。是啊，强如大将军在皇权面前依旧如此，我们想要报仇又谈何容易？那是因为苏大将军还不够强。虽然南细军被称之为苏家军，但你们二位心里很清楚，苏大将军到底有没有彻底掌握这支军团。虽然大将军是南细军主帅，但军中依然存在不少派系，而且不少中层将领都是朝中重臣送进来镀金的子嗣。此外，那些世家豪门也都想方设法将家族侨主往南细军送，以此磨砺资历。如果整个南细军上下都是铁板一块，为大将军之命是从，就算当今陛下想要动他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当然，仅仅是军队还不够，还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人。就算不能左右朝堂局势，也得时刻了解朝堂之上的风吹草动。除此之外，还得在商贾领域积累足够的财富，不能让别人用军饷粮草来卡脖子。你该不会是……我对当皇帝没兴趣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娘子想当皇后。告辞。怎么了？相公，你对小丽太好了，小丽这辈子都无法报答。那就现在好好报答。小石头在呢？已经睡了。怎么样？看出什么究竟没？这些机器械太过于笨拙，野外作战基本用不上，但若是用在攻城和守城上，却是绝对的利器。若是之前狼风口有足够的床弩和投石车，胡杰人别说登上城墙，就算是靠近城墙的机会都微乎其微。这床弩不对。有何不对？这床弩能射多远？500步内可穿甲破盾。若是改进一番，可将射程提升200步，而且可同时发射5到7支弩箭。真的？怎么改？李师傅，你来一下，把这张后宫翻转过来。季校尉，你确定要把后宫翻转过来？这床弩之所以能射500步，正是因为这3张弓力叠加在一起。要是把后宫翻转过来，岂不是与前宫和主宫相互拉扯？你确定能行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来，你们2个过来搭把手。季少尉，恕小人多嘴，小人干木匠活几10年，这东西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搬到城墙上试试吧。快去测一下距离。是。启禀校尉大人，720步。啊，季校尉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后弓反过来，可以让弓弦拉得更饱满，虚力自然也就更大。此外，在射出弩箭的瞬间，弩箭先是依靠主弓和前弓的力量送出，可就在这2张弓的力量消减殆尽之时，反装的后弓开始发力，等同于第2次将力量传递到弩箭之上。这也是你从古籍上看到的？确实是在古籍上看到的。你就继续编吧。那你说这弩叫什么名字？你还别说，这次真有记载，这弩叫3弓床弩，又名8牛弩。我看是你现起的吧，不过这名字还真不错。那几架投石车也有一些弊端，如果加以改进，精度和射程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升。这个改动较大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而且我就算说清楚了，估计大家也做不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干脆把图纸画出来，大家照着做就行了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各位师傅，就按照这个做吧。如果遇到问题，再请教姬校尉。见过2位大人。情况怎么样？标长找到那群劫粮的响马了，就在30里之外。不过看他们使用的兵器和行为动作，并不像响马，反倒是像什么？像边军。虽然绿林响马屡禁不止，但马贼不是傻子，怎么会在边军眼皮子底下活动？更何况北疆边境本就贫乏，没什么可抢的。但凡脑子正常，都会换一个相对富弱的地方活动。对方多少人？那群马贼住在一座土堡中，人数在40-50人左右。你去告诉萧京寒，点50名老卒随我走。是。你准备干掉他们？如果他们是普通响马，就算没有滥杀无辜，但也定然是侵扰百姓、打家劫舍，本就该杀。如果是边军，那就更该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有张怀安的影子？我与他反正都撕破脸了，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也该让他知道，我姬某人不是他可以随意拿捏的。情况怎么样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的人只是远远观察，并未打草惊蛇。地形摸清楚了吗？这座土堡以前是一座军驿，已经荒废几10年了。土堡一共前后2道门，周围皆是开阔地，没有掩体。对方大约40-50人，今早有10余起离开了土堡，至今未归。卑职发现他们使用的竟然是北系军的制式战刀，而且土堡碉楼和城墙上还设置了哨卡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并非普通降河，反而像是训练有素的边军。萧京寒听令，属下在。你率20人随我从正门杀入，其中10人配盾牌。是。顾长风率20人从后门杀入，后门狭窄，以刀兵为主。得令。秦小根听令，属下在。你带20游骑分散在土堡周围，谨防漏网之鱼。校尉大人，咱们要不要等晚上再行动？这土堡四周没有掩体，晚上自然是更容易靠近，但对方却占着地利之势，我们却对土堡之中的格局一无所知。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对于我们而言，皆是有利有弊。每一匹马上都有一个被绑住手脚的女子，无论是马贼还是边军，掳掠良家女子都该杀。现在行动，或许能救下那些被掳来的女子。列阵，杀进去！各位军爷，我等素无冒犯，为何无故发难？你带人仔细搜查。是。我再问一遍，谁是当家的？回禀军爷，当家的已经跑了。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那说说你吧。我就是一个小瘪三儿，为了讨口饭吃，逼不得已才做了响马。军爷饶命啊！你可不是小瘪三，你是一名边军。军爷说笑了，小的倒是做梦都想加入边军，奈何几次都没当上。你手上的老茧和下巴的勒痕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，真当我好糊弄吗？我可是北系军校尉，你若杀我，便是同袍相残。没想到还有大雨，竟然抓到一名校尉。看来这座不起眼的土堡，绝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我今日前来只为清剿马贼，没见到什么校尉。呵呵，你今日要是敢杀我，我保证你会死得更惨。你要是识相，就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未免太高估自己的分量了。
你们假扮马贼劫取军粮，仅此一条便是死罪。你觉得你身后的人会保你吗？亦或者说，他敢保你吗？校尉大人，大部分马贼都被斩杀，有10余人被生擒，怎么处理？杀。校尉大人，我们在地窖中找到良家女子，足有30余人。这些马贼正准备对他们灭口，还好我们赶到的及时。之前看到的只有10来名女子，可刚刚查到有30多名。由此看来，掳掠良家女子这种事情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。可明知自己等人杀进来，他们却还想着将那些女子灭口再逃跑，这说明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属下在另一间地窖中发现了大量甲胄和兵器。要知道，私藏兵器甲胄那可是谋反大罪，杀头都是轻的，动辄便是夷3族。说说吧，你们抓那些女子是什么用途？私藏的那些兵器甲胄又想干什么？说了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但我要是不说，家人便可以获得一笔钱财，足够他们下半生开销。你觉得我会说吗？你说我保你活？就你基伯达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尉，放眼北疆，能一只脚把你踩死的大有人在。你拿什么保我？我用手中这把刀和我这条命保证。你若坦白交代，我保你不死。我知道，你的骨子里还是一名边军，一名守土护疆的战兵。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也不是你的本意，而是因为某些原因被卷入进来，以至于无法脱身。我想堂堂正正做一名边军，镇守国门，建功立业，可现实却根本不给我机会。都怪当初自己怕死，让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。等我醒悟过来，想要后退的时候，发现身后早已经没有了退路。我死不足惜，可我家有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嗷嗷待哺的女儿，我怎么能让他们遭受牵连？基伯达心里很清楚，让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去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，是一件何等残忍的事情。3年前，我还是北西军中的一名小卒，第一次上战场，两军惨烈厮杀，鲜血飞溅的场景，直接被吓得我双腿发软。索性自作聪明，躺在死人堆里装死。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却没想到被督战队的人一眼看穿。起来，临阵脱逃，该当何罪？当晚，我便被蒙着脑袋带到张参军营帐中。我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再不济也会被打入死字营。没想到张参军非但没有治我的罪，反而是提拔我为标长，成为他的亲信。你虽然犯了死罪，但本参军给你一个机会。一开始，张参军只是让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后来更是让我悄悄将兵器甲胄运到这里，之后又将一些跟我一样犯了错、本该打入死字营的军卒带到这里来。那些女子便是从数十里外的村镇掳来的，关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了，便会被送走。送去何处？关外，给胡绝人当女奴。本以为这些人强抢民女，要么是满足一己私欲，要么是转卖牟利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毫无底线，直接转交给胡绝人。北疆边军舍生忘死，浴血奋战，戍守边疆，素风饮血，守的不仅是脚下山河，更是黎民百姓。可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，竟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，将自己的同胞子民当成货物卖给敌国，可想而知，这些女子流落到胡杰之后的命运，简直不敢想象。那兵器甲胄呢？准备用来做什么？跟那些女子一样，过段时间就会有商队路过这里，将其运到关外。如果说将百姓女子卖到胡杰是人神共愤的话，那倒卖兵器铠甲就是实打实的国贼了。毕竟胡杰可是大周的生死大敌，那些兵器和铠甲都会成为攻打大周的神器，他们这无异于在给敌人递刀。这种人就算将其千刀万剐，也毫不为过。该杀！这些事情大将军可曾知情？具体我也不确定，但从种种迹象表明，大将军应该不知情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用这般小心翼翼。那你觉得参与这些事情的高层还有谁？这一点我确实留意过，但我的身份能接触到的机密很少，只知道在张参军背后还有一位手握实权的大人物，至于具体是谁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不相信仅凭张怀安这个参军便能运作全场，总有一日我会与他们一一清算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你动手吧。你虽是身不由己，但犯下的这些罪孽却不是一死就能了结的。我这种人死后当下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死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解脱。留着你这副躯体，杀敌赎罪吧。
校尉大人，刚刚已经问过了，这些女子都是周围村落的人，最远的有将近50里。给他们配发口粮，然后送回家。拜见将军，谢将军救命之恩。大家不必多礼，我不是什么将军。我们准备收兵回营了，不能带着你们回军营。如果你们想回家，我会让人给你们派发口粮，然后送你们回家去。将军，我们的亲人都死在马贼手中，我们早已是无家可归了。那些人定然是害怕让事情败露，所以在掳走他们的同时，还将其家人杀害，真是罪不容诛。眼下我虽然将他们解救出来，但如何安置却是一大难题。如果将他们放回去，没有家人的庇护，他们这样的弱女子根本没有生存能力。而且一旦将他们放回去，我这次行动也会暴露不说，他们还有被灭口的风险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会给你们安排吃住，条件是你们得干活。将军说的是真的吗？将军放心，只要有饭吃，我们一定卖力干活，绝不偷懒。校尉大人，这些女子干不了什么重活，而且除了漠北的死字营之外，是不允许平民进入军营的。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秦小根到，会骑马的把马分给他们，不会骑马的去坐马车回狼风口。是。哎，慢慢吃，饭有的是。这些天杀的，贩卖人口、倒卖军械，这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们掉10次脑袋。难怪这些年北系宣军接连失利，难怪胡杰人的兵器在短短几10年内便赶快大周。原来是有这么一群国贼在给敌人递刀。据盘问得知，这种事情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可一直没有被发现。这背后绝对有一个巨大的团体，而张怀安不过是被推在明面上的人而已。此事关乎北系军的生死存亡，必须尽快禀报大将军，不可妄动。如今我们不知道北系军高层有哪些人参与到其中，如果贸然前去，说不定还没见到大将军，便已经被人给拿下了。2位校尉大人，节度府参军叶大人来了，机会来了。属下陈振江见过叶大人。属下姬伯达见过叶大人。一路紧赶慢赶，总算是在天黑前赶到了。好小子，我果真是没看错你，你也没让大将军失望。还得感谢叶大人，若不是你力拒，我连一兵一卒都带不走。说好的请我喝酒，今儿个你可别想赖账。大人说笑了，今晚酒管够。当初有人说你陈振香的手只会捏笔杆子，我第一个不信。事实证明，你陈振香的手不仅拿得了笔杆子，也握得住战刀。500兵卒对抗3000精兵的猛攻，血战2天3夜，死守狼风口。你陈振航给吾辈书生打了个样。大人过誉了，属下不过是恪守本分而已。若非叶大人鼎力相助，帮姬伯达借来援兵，最终的结果只能说500兵卒战至最后一滴血。胡解铁骑攻破狼风口，马踏国门，屠戮百姓，辛苦了。大将军令，狼风口校尉陈振江守关有功，封6品都尉，赏银3000两，继续镇守狼风口。狼风口所有守军论功行赏。谢大将军，属下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让胡塞踏入狼风口半步。大将军让我告诉你，很快就会为狼风口补充兵力，而且你也要做好调离狼风口的准备。毕竟堂堂都尉，若是一直让你统领这500步卒守在狼风口，未免太屈才了。看来陈校尉距离那身将军甲不远了。哈哈哈。姬伯达，此前大将军已经破格提你为校尉，这次就没有封赏。不过，大将军有一道军令给你。属下接令，死字营全体将士不畏生死大破敌军，特为所有士兵解除奴籍。从今往后，养有军卒同等军饷俸禄。全营暂驻狼风口休养，协助修缮，择日调离。谢大将军。即日起，死字营自成一营，由姬伯达统帅，望其不负天恩，戍守边疆，奋勇杀敌。死字营上下定不负大将军嘱托。这是大将军亲自赐下的死字营营旗，尝尝。好小子，你这手艺去风雪楼掌勺都绰绰有余了。叶大人，你尝尝这酒。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美酒，为何我以往从未见过？这是属下自己酿的酒，叶大人若是喜欢，回头我送你几坛带回去。实话说，你要是送其他东西，我定然不会收。可这酒，
我实在是拒绝不了啊！哈哈哈！吉兄弟，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酒了，不知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还不曾起名。若先生愿赐名，那定是这酒的荣幸。不，能给此等绝世佳业冠名，那是我叶某人的荣幸才对。入口之时，如凶猛如群狼出动，肆意撕咬猎物。我看就叫它狼血如何？好名字，如此霸道的名字，也只有这般烈酒才能配得上。我边军男儿当饮此烈酒。叶先生觉得，这狼血若在市面上出售，定价多少合适？普通米酒约莫30文钱一斤，10里香卖1两银子一斤。这酒比10里香好了太多，卖3、5两银子完全不在话下。怎么，你想做酒水生意？不瞒叶先生，原本我酿酒只是自己个儿喝的，但今日剿灭了一群响马，解救了一群良家女子，他们皆是无家可归之人，便想着是否能开个酒坊，为他们谋一份生计。响马在何处剿灭的？30链外的土堡。不可能，多年前北疆境内数百里的匪患便被清剿干净，绝不可能有响马的存在。叶大人，卑职亲自带人去剿灭的，共50余名马贼。之前你派给狼风口的军粮，便是被他们所劫。你难道不知道？什么？军粮被劫？就在你带人离开漠北大赵之后，大将军便派我去边境查看布防情况。此后又接到大将军的命令，让我来狼风口督察战功，根本不知道军粮被劫之事。他们不仅劫军粮，还滥杀百姓，贩卖女子。在土堡的地窖中，我们还搜到一批兵器和甲胄。季伯达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大人，随我前去的60多名士兵皆可作证，卑职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这哪里是什么响马，分明是兵匪勾结，甚至那些所谓的响马本就是边军。先生猜得不错，那些马贼绝大多数都是边军，他们掳掠这些女子以及盗取的那些甲胄，最终都会被运往关外，卖给胡杰人。千刀万剐的贼子，你可知道他们背后之人是谁？以叶先生的睿智，想必已经猜到大概了。张怀安，我从马贼口中只问出了他，但我相信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走私贩卖的。此事关乎重大，你务必给手下人交代，切不可走漏风声。我回去之后，第一时间禀报大将军。先生放心，回来的路上，卑职便已经给他们下达了封口令，绝不会走漏风声的。有劳叶先生了。二位言重了，相比起我这个只会在帐中纸上谈兵的书生，你们才是大周的脊梁。虽朝廷腐败，官员贪腐，权贵自重，士卒林立，但我等终究是周人。若有朝一日边关失守，真正受苦的依然是百姓。季兄弟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愿听先生教诲。教诲不敢当，只是有几句肺腑之言。这是大将军的意思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看破不说破的道理。